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10个魔术揭秘，隔空变大象，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。第2名只有1个头，但却会说话。第1名99%的人都看过，但却骗过几亿人。你是否好奇这些凭空变出红酒或者凭空消失的魔术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今天就跟着阿军学习这些神奇的魔术吧。第10名，消失在垃圾场。克里斯·安吉尔是一位著名的魔术师，以其神秘的魔术而闻名。这个魔术是在一个废品厂进行的，他站在一张桌子上，手被绑着，绳子的2端分别被2个助手握着，然后助手们拉起一块布，克里斯在几秒钟内就在布后消失了。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要理解他是如何从链条中解脱的，首先要知道绑住克里斯的链条是假的，2端分别有2个助手用绳子握着。当布被拉起时，如果你注意观察，可以看到一个助手迅速拉起绳子的末端，使其变短。没错，那个人放开了绳子，这让克里斯有足够的时间迅速将假链条绑在一起，然后他在布后面消失，而他的助手们则展示了他们的表演技巧。至于他是如何在布后面消失的，我们来看几个细节。在这2个画面中，注意观察他身后那个人的影子是如何变化的。最初他的影子在他前面，但在魔术进行几秒钟后，后面那个人的影子就在他身后了。这2个画面在几秒钟内播放，但实际上这2个画面是在几分钟内拍摄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助手们拉起布之前，你会看到克里斯的影子在一帧中出现在桶前面，而在另一帧中，他的影子神奇的也出现在2个桶后面，形状完全相同。在几秒钟内这是不可能的。原来在改变摄像机角度期间，2个桶之间放置了一面镜子。你在2个桶之间看到的腿不是那个穿黄色衣服的人的，而是另一个站在前面某处的人的。这个影像反射在镜子上，站在克里斯后面的那个人只是为了给你一种2个桶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的错觉。现在魔术的诀窍就清楚了。克里斯将链条绑在一起，跳到布后面，并藏在那面镜子后面，创造了这个惊人的幻觉。第9名，隔空变大象。在这个魔术中，魔术师召集了一群志愿者来见证魔法。这个魔术将在完全空旷的停车场进行，以排除任何可能的暗门、秘密面板、镜子或其他舞台轨迹的可能性。他让目击者围成一圈，围绕着2大块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围绕目击者圈子的区域完全清晰，没有箱子、卡车或其他外来物体。观众们可以看到360度。他准备施展魔法了，他给助手们一些指示，命令他们举起2块布中较大的一块。不一会，一头5吨重的大象出现在眼前。那么，魔术师是如何在停车场中央被观众围绕的情况下，让大象无中生有的呢？他是怎么把大象藏在这个空旷的地方的呢？原来，在场地边缘的一组树旁，建造了一个逼真的背景和一些假树的场景。这是大象和他的训练师的藏身之处。虽然看起来很假，但只要摄像机和观众够远，还是不容易被发现。当驯兽师牵着大象走进布里时，他们会压低摄像机，这样大象的穿帮镜头就不会出现。同时，围观群众里靠近大象这边的人其实都是魔术师请的托。他们会给大象让路，从而悄悄穿过圈子，2个托会帮助打开布箱，让大象走进去。当画布放下时，大象就凭空出现，这个魔术的秘密就此被揭开。第8，蒙眼剑术表演。这个由亚伦·克劳表演的魔术可能是全世界才艺表演中最危险的魔术之一。他首先叫来几位观众和一位评委上台，开始表演涉及锋利物体的特技。在他的表演中，亚伦拿起一支燃烧的蜡烛，将热蜡滴在闭上的眼睛上，从而完全封闭了它们。然后他用3种不同的材料蒙上眼睛，即白色纱布、黑色胶带，最后是铝箔纸包裹在头上。这足以让观众和评委们相信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之后，
他开始使用各种锋利的物品，首先砍掉观众手中的物体，最后完美地将菠萝从评委的头上切下来。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评委会同意参与对他有生命危险的表演？其实，评委已经被告知了表演的内容，否则怎么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呢？此外，这个表演已经和替身练习了多次，只有在制片人完全了解后，确保安全才会表演。现在来揭秘，这个魔术包含2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燃烧的烛蜡，第二部分是蒙眼的部分。那么，亚伦的眼睛如何抵挡蜡油的呢？显然，烛蜡非常热，你绝对不可以模仿。其实，任何熔点低于50°C的蜡，如果接触时间够短，一般伤害不会很大。这里你看到的液态蜡是石蜡或者杨梅蜡，它们熔点都很低。另外，如果你观察亚伦，他举起手，并将燃烧的蜡烛离眼睛很远，所以这为液态蜡降温提供了足够的时间，而且蜡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融化并完全硬化。之后，他有足够的时间在蒙眼的时候睁开眼睛，即使蜡冷却了，也只是一层薄薄的蜡，他可以轻易地从脸上刮掉。接下来，他是如何切下菠萝的呢？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的眼睛是能看到的，但他是如何透过层层包裹看到的呢？这些道具有一个秘密，他并没有真的蒙住眼睛。如果你检查他的左手食指，你可以看到他的手指偷偷地拉下了蒙眼布。在同一时刻，他将银色薄纸包裹在头上，遮盖了下面的手指动作。所以纱布就像眼罩，可以抬起又放下。但外面的薄纸和黑色胶带怎么办呢？其实，你看到的锡纸和黑胶带是一种透明材料，称为窗膜，通常用于汽车窗户。这是单向反射材料，它是可以看到外面的。现在你知道了，他的视线没有被阻挡，他可以透过蒙眼布看到，并轻松地切割物体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在一个人头上挥舞剑还是很危险的。但你看到的剑是一个道具剑，甚至可能只是塑料的。放在评委头上的菠萝是预先切割过的，之后只需要一点力就可以切开。最后，在移除薄纸时，他将纱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，结束了这个惊人的表演。第7名，多重魔术揭秘。在这个表演中，魔术师的鞋带是松开的，他只是用脚在空中抖了2下，他的鞋带神秘地自己系上了。之后，魔术师在他的衬衫纽扣上贴了一片透明胶带，然后拉掉它，它变成了一条白色领带。接着，魔术师将手移到他的左胸前，突然一个口袋巾变了出来。魔术还没有停止，魔术师叫主持人上台。当魔术师握住主持人的手时，他另一只手拿着的气球开始自己上升。当他放开主持人的手时，气球下降。但这一些又是如何完成的呢？现在，让我们揭开这些魔术背后的秘密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魔术师的鞋带是怎么自动系上的。实际上，你看到的未系的鞋带根本不是鞋子的鞋带，而是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可伸缩钥匙链的帮助系上的。这个钥匙链固定在魔术师的腰带上，当按下时，假鞋带向上移动。真正的鞋带已经事先系好了，藏在魔术师的裤子下面。此时出现了，这创造出不用手系鞋带的魔术。之后，魔术师在衬衫上贴上胶带，当他拉掉时，领带出现了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把戏。魔术师实际上事先就带着领带，上面有一块黑色的布，与衬衫融为一体。魔术师只是拉掉这块布，然后装进外套下面，隐藏起来。之后，魔术师以特定的方式在胸前晃动手，一个口袋巾出现了。实际上，在魔术师衬衫的下方区域有一个磁铁，这里你可以看到魔术师的手向后移动，从这里拉出了一些东西。魔术师从口袋里拿出的像口袋巾的白色物品就是附有磁铁的。魔术师只是将手移到胸前，口袋巾就跟着移动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的表演，
魔术师握住主持人的手，气球开始上升，当他放手时，气球下降。实际上，这整个表演都围绕着这根线。你看到的这根线不是普通的线，它是记忆线，也被称为形状记忆合金线，是由镍加钛合金制成的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线。这种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复原。为了实现这一点，线被加热后，在保持期望形状的情况下冷却。之后，无论你如何弯曲或改变线的形状，当再次加热时，它会回到原来的形状。魔术师手中有一个电池和开关，可以用于加热线路。线被轻微弯曲以保持特定的形状。当魔术师关闭电路中的开关时，保持线形状的力量被释放。由于气球中含有氦气，它开始上升。但是，一旦魔术师打开开关，线加热，它开始折叠回去，导致气球下降。最后，魔术师再次关闭开关，线冷却下来，失去了抵抗力。由于气球中的氦气，气球再次上升。这就是魔术师如何用这个不可思议的表演惊艳所有人。第6名，盒子消失术。排在第6位的是盒子消失术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魔术，来自以色列达人秀。在这个魔术中，名叫托莫·杜达伊的魔术师在2位老人的帮助下上演了这个幻术。首先，他进入大箱子，助手们从上面盖住箱子，只有魔术师的手伸出来。现在，好戏开始了。老人拿起一根木棍，从右侧挤压了箱子的一半，但魔术师仍在挥动他的手。之后，另一个女士过来，拿起木棍，开始挤压箱子剩余一半，从而完全压扁。但我们看到什么？魔术师从评委的后面出现，毫发无损，震惊了所有人。现在有2个关键的秘密使这个幻术成为可能。他们是怎么把魔术师压扁得像披萨一样的呢？第一个秘密隐藏在箱子的底部深处。箱子比从前面看起来要深，里面有一个带线门的隔间，箱子的左侧也有另一个藏身之处。第2个秘密在那个楼梯隔间里，没错，那是一个秘密楼梯。首先，魔术师进入箱子，通过那个线门，他藏在秘密楼梯里，然后楼梯被分开，并通过后台带走。这就是他最后如何出现的。现在来看箱子是如何被压扁的。箱子里有另一个人藏在线门里，他将腿滑入箱子底部的线门里，并将自己的背部藏在箱子的左侧。最后，他伸出手来，这在整个魔术过程中都是可见的。所以，当整个箱子被挤压时，里面的人非常顺畅，所创造的效果使其成为一个很棒的魔术表演。第5名，凭空变红酒。该魔术的表演者名叫马特·弗兰科，他表演了一个涉及酒瓶的有趣魔术。他调换空酒杯和酒瓶的位置，多次进行了这样的操作。接着，他使用桶子产生更多的酒瓶，他甚至从瓶中倒出酒到玻璃里，然后又将它变回酒瓶。那么，马特是如何将酒瓶变多的呢？第一次看到时，可能会让你很费解。有人认为桌子下面安装了装置，里面放置着酒瓶，他是从桌子下拿出这些酒瓶的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秘密在于那些酒瓶，但这些多出的酒瓶究竟在哪里呢？其实，那些酒瓶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。这个魔术使用了3套酒瓶，每套都包含了2个以上的瓶子套着，所以所有的瓶子都是空的，每组中的瓶子大小都略有不同，以便能够叠放在一起，且隐藏那些玻璃杯。第一个桶子里有3个瓶子，同时在那套中的第3个瓶子开口处设置了一个小隔间，可以存放少量的酒，从瓶子中流出的酒是从这个小隔间里来的。第2个桶子也有3个空瓶子，但这一套里隐藏了一个有酒的杯子。最后，你在桌上看到的瓶子里面隐藏了另外2个瓶子以及一个空的玻璃杯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设置包括9个瓶子、2个空杯子、1个装满酒的杯子，以及2个在魔术开始时以这种方式排列的桶子。现在，
魔术就变得容易理解多了。只要你有这些道具，你也可以变出同样的魔术，给身边的人一个惊喜。第4名，纸箱插剑。这应该是本期最危险的魔术。这个魔术来自泰国达人秀，他在舞台中央放置一个纸板箱，并叫来他的助手进入盒子里。助手进入箱子后，魔术师从4面8方往箱子里插入多把剑。他甚至请来一位评委，将最后一把剑从上往下垂直插入。箱子被这么多剑穿透，所有人都为那个女孩担心起来。然后魔术师将所有剑拔出，我们看到女孩平安无事地走了出来。那么这个女孩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？关键在于纸板箱足够大，为女孩提供了腾挪空间，几乎可以容下2个人。她进入箱子后，将自己蜷缩起来，背部朝上，尽可能平躺在箱子底部。但这些依然不足以让她存活下来。其实箱子底部有隐藏的保护措施可以保护她。没错，底部有2个纸盖，这就是保护她的东西。她进箱子时撕开了底部的纸盖，这些纸盖是特制的，由薄而强的橡胶片制成，外面则看起来像是纸板材质。同时女孩的背心是特制的，起到了额外保护作用，所以她被盖子和背心安全地保护着。任何触及盖子的剑都被安全地偏转开，而由于有背心，她几乎感受不到冲击。至于评委最后的垂直插入，女孩是如何存活下来的？在箱子被剑垂直穿透的片刻前，女孩的身体做出了调整。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她小心地抓住最后一把剑，慢慢地引导剑绕过她的身体，通过箱子。从外面看来，好像是魔术师穿透了箱子。此外，最后一把剑插入的速度很慢，给了女孩足够的时间反应。等到所有剑都被移除后，女孩会将底盖平放。最终女孩安全地从箱子里走出，这让围观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第3名，活埋魔术。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魔术师达米安·阿迪蒂亚将表演十分危险的魔术。他被链条包裹，双手戴着手铐在背后锁住，躺进3米深洞中的木箱里。之后助手将沙子倒入洞中，达米安只有90秒逃生时间。表演进行到大约60秒时，箱内的摄像机画面突然中断，他的妻子开始尖叫。最终当时间耗尽时，倒沙的助手摘下他的帽子，他竟然就是魔术师，让评委和观众震惊不已。那么达米安是如何逃脱的呢？首先要知道，整个逃脱魔术中，达米安一直是自由的。没错，表演中使用的手铐和链条都是假的，他们不需要钥匙就能解锁。此外，他并没有要求评委检查锁的真实性，只要他移动手臂，锁就能解开。一旦摆脱了手铐，他就能移除身上的链条。但是他是如何从坟墓里出来的呢？你会说没有出路，其实坟墓里还有一个逃生通道。是的，正如你在这个插图中看到的，下面有一个秘密隧道，它合洞连接，形成 U 型。评委们坐在隧道的一边，而在隧道的另一边有混凝土管道放置，所以坟墓实际上是隧道的入口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坟墓。即使观众和评委们都朝着洞看，他们也不知道隐藏的入口点。现在达米安走进箱子，助手们放上箱子的盖子，他随即被沙子覆盖，一旦相机画面切断，他就从箱子侧面的活门中溜出。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隧道的入口呢？隧道的入口在洞的底部，由于洞有3米深，评委和观众不可能深入洞中一探究竟。箱子上的盖子也是为了遮挡评委们的视线。那么隧道出口点没有人看到吗？如果你看录像，会看到混凝土管道放在靠近隧道出口点的地面上，管道被有意地放在那里，隐藏出口点。在它变装的部分是在那些管道后面另一个洞里进行的。那么为什么没人看到
他和助手交换位置呢。就在这一刻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妻子跑出来尖叫，分散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所以没人注意管道附近的情况。这给了达米安和助手换位的机会，最后达米安才能以这种把戏出现。第2名，会说话的头。如果你想用简单的魔术吓唬朋友，那么这个魔术就是完美的选择。在这个魔术中，那个孩子的头在桌子上面，而他的下半身则完全消失了。你能猜到这是怎么做到的吗？现在让我们快速揭开秘密。这个可怕幻术背后的技巧涉及到与反射光相关的物理概念。这里如你所看到的，他的下半身不可见。该现象的原因是2面镜子被放置在桌腿背后的直角位置，镜子能反射周围画面，造成了虚假的背景，因此桌子下方看起来是透明的。女孩把头伸出桌子，她的身体则在桌子下面。这个跪着的女孩通过放置在90度角的2块镜子，被隐藏在观众视线之外。桌子所处的周围区域都覆盖了相同的图案，造成了视觉错误。其实眼尖的朋友会发现，因为镜子的遮挡，桌子少了条腿，不过大多数人会忽视，这就是让人的头浮在桌子上方的原因。第1名，香烟魔术。马里奥·洛佩兹是魔术手法大师，可能你之前有刷到他的魔术视频，他最著名的表演就是香烟魔术。在这个魔术中，他首先从空中取出一根香烟向观众展示，然后他把香烟塞进鼻孔，突然香烟从他嘴里出现，接着香烟在鼻子和嘴巴来回移动，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马里奥把整根香烟从鼻孔完整塞进去，然后直接从嘴里取出来，非常了不起，不是吗？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把它分解成2部分。第一部分，马里奥把香烟插进鼻孔；第2部分，他从嘴里取回香烟。在第一部分，魔术师使用了一根被切成2半的香烟，他只把香烟的后半部分插入鼻孔，另一半则用手法隐藏起来。所以这就是他怎么把香烟插进鼻孔的。来到魔术的最后部分，香烟怎么出现在他嘴里呢？如果我们导回视频，你会看到，在向观众展示香烟之后，他把左手伸进口袋，在这一刻，他从左口袋里取出另一根香烟，并用左手隐藏起来。现在手里藏着香烟，他把手抬起来，把整根香烟塞进嘴里，这样他鼻子里有半根香烟，嘴里有另外一整根香烟。当香烟被推进鼻孔的同时，他用舌头推动嘴里的香烟，创造了香烟在鼻子和嘴巴来回移动的幻觉。最后他把半根香烟直接推进鼻孔的部分，在这里他用手法把半根香烟藏在右手里，然后香烟就从他嘴里整根的出现了。所以希望你们明白了这些伟大魔术背后的秘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魔术揭秘的所有内容了。屏幕前的你是否学到了新的魔术呢？哪个魔术最让你惊讶呢？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，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一起观看。让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